最近 A 股市场的一个热词儿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媒体和投资圈里，化债牛。很多朋友一听就觉得牛市来了，可是这背后的逻辑呢，其实不是一波简单的短线行情，而是和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的调整、债务化解的路径、政策工具相深度绑定的。今天呢，我就用3条清晰的逻辑线讲清楚：第一，什么叫做化债牛；第二呢，中国在走的这条化债路径是什么；第三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布局才能跟上，而不是被甩下。让我们先把这个概念讲清楚啊，什么是化债牛？化债呢，就是化解债务，无论是地方政府、国企还是金融机构，债务压力如果一直高企，那就会拖累经济活力。而牛指的就是股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表现。为什么化解债务会带来股市的牛市？原因就在于当政策选择用资产价格膨胀来稀释债务的时候，资本市场往往会变成主战场。因为债务的分母是资产总值，只要资产价格涨起来，那么债务的相对压力呢就会下降。这在经济学上叫做债务稀释效应。过去房地产是重要的分母工具，但是现在呢，房市疲软，人口结构变化明显，股市被推到了前台。所以化债牛就是在债务化解的背景之下，通过推升股市等资产的价格来配合稳增长、稳信心的过程。接下来咱们来拆解化债的3条路径。路径1，借新还旧。这条路径很直接，用新的低息债置换旧的高息债，延长偿还的周期，降低利息的负担。去年起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地方债务置换行动加速推进，这就相当于帮地方和企业喘口气，避免短期集中暴雷。银行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受益明显，因为他们不仅获得了政策的支持，还拿到了部分特别国债资本金的补充，股价表现其实也提前反映了这种利好。路径2就是创造经济增量。债务不是靠拖延就能解决的，还需要创造新的收入来填补旧债。那过去的经济增量呢，是靠房地产出口拉动的，现在重点转向了战略性新基建。新基建有3大方向第一就是数据中心、数字经济的水电煤；第二就是算力建设、AI 产业的底层基座；第三，低空经济、无人机、通航等新兴产业试点。这些项目呢，往往是由国央企主导的，但是会形成大量的民企承接配套业务，形成投资和就业的正反馈。路径3就是温和通胀了，这是最核心的一条，也是和股市直接相关的。就是当资产价格适度的上涨，债务的实际价值呢会被稀释。房市总市值大概430万亿，股市大概110万亿，相比之下，推升股市的成本更小，速度更快。当前政策倾向呢是先稳股市，让国有资产的市值膨胀，从而提升信用，再反向支持融资和投资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指数在关键点位的下方呢，总会有神秘的力量在推一把。从去年提出5年化债目标到今年市场持续升温，已经有几个明显的信号了。第一呢，就是国有大行、中特估的板块率先走牛，他们是第一阶段借新还旧的直接受益者。第二，黄金价格屡创新高，央行增持黄金作为国家信用的对冲工具。第三，新基建投资提速，地方呢纷纷公布低空经济、数据中心的项目。第四，市场波动被控制了，保险资金入市的比例提升了，持股期限延长了，增加了市场的长线资金的比例。这些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化债牛的结构性特征，不是全面的狂飙，而是板块分化，节奏可控。那普通投资者有哪些参与的机会呢？第一阶段呢，肯定是银行、保险、基建类的央企，因为他们有政策托底和业绩稳健的优势。第二阶段呢，新基建链条上的民企，因为他们会受益于订单的释放。第三阶段就是那些具备现金流优势的高分红公司，配合不断温和的通胀。当然风险呢，不要用2015年的疯牛的思路来参与，现在的行情是控节奏的慢牛，不会一口气给大家翻倍。大家要注意板块的轮动，避免追高追在末端，保持仓位的弹性，因为化债是中长期的任务，中间呢可能还会有政策调整期。
总结一下啊，化债牛是一个政策驱动、节奏可控、分段推进的过程，它不是一波短期的热闹，而是债务化解、经济结构调整、资本市场制度优化的结合产物。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呢，理解背后的3条路径，比盯着指数每天涨跌更重要。毕竟啊，在化债牛的市场当中，赚快钱的人很可能很快被退场，但抓住结构性机会的人呢，会真正跟上这条中长期的财富之路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